忙碌一天的姬白思考着自己人生的意义。姬白似乎完全忘了共处一室的还有一个小萝莉，便自顾自地沉沉睡去。等到他被萝莉可儿轻声唤醒的时候，居然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但今天萝莉可儿的声音怎么成熟了许多？姬白睁眼一看，叫他起床的猫娘明显是御姐版的可儿啊！自己这是一觉睡了多久？10多年吗？可儿怎么长这么大？姬白的脑子突然宕机，随后爆发出扰民的惊叫声。林拓一大早的刚起床便接到了姬白的骚扰电话，他吐槽姬白一点对某组小孩的常识都没有，说着早上还有个会要开，让姬白自己琢磨去。姬白有些困惑地瞅着挂断的电话，也行吧，只要不是身体出问题就好，姬白也就不担心了。待姬白洗漱完毕后，可儿也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就是这早餐看起来似乎卖相不怎么好，但这好歹是可儿的一片心意，与残酷冰冷的现实相比，只是卖相不好看的早餐又有什么难以下咽的呢？况且这还是这位可爱女仆的杰作。算了，赶紧吃完了去上班。心念到此，姬白3下52便扒完了早饭。姬白虽然只是成为了夜骑士团的1年级生，但除了是学生以外，骑士本身也是一份职业，对吧？虽然也没有期待打开门就会迎来什么热情欢呼，可是一大早上的见到扫把星，让两人都愣了一愣。昨天还剑拔弩张的双方，自然少不了一顿冷嘲热讽。不过碍于规矩，两人也只是你瞅啥这样干瞪着眼，没有像昨天一样大打出手。随后又来了些新成员，比如站在大门口干推销的小子，比如不知道大门是横着开而选择一脚踹开，然后把站大门口的小子压在门下的兽人霍雷，以及他肩膀上那只活泼的亚猫族。哎，不对，姬白感觉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亚猫族女孩，这不是在车站骗他钱的那个乞讨坏女人吗？趁着坏女人和兽人霍雷相谈甚欢，姬白再次发动骑士王的袭击。可恶的坏女人，姬白今天一定要把她就地正法。然而姬白不妥的举动突然被人制止住了，这自然是和他不对付的林从中作梗。这下姬白可有画饼落在他手里了，还堂堂骑士呢，见到亚猫族女孩就扑上去。看来昨天还真没冤枉你这个变态萝莉控。耿直的霍雷也接上话头，听说人类的骑士都不残害妇孺，现在看来这消息也不可靠。姬白被几人的话对得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也得据理力争，说这坏女人明明是个骗子。然而这个臭蟑螂的话林是一个字也不愿意相信。你说人家是骗子，有什么证据？想当和事佬的小子居然被他俩如空气般忽略。开完会姗姗来迟的林拓有些汗颜，咋这么热闹？哎呦，你俩感情不错啊。刚说完就被姬白和林齐口否认。林拓看开玩笑的话也没办法解决两人的争端，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了促进大家成为友好和谐的同学，不如我们用那个来决一胜负怎么样？他是人类的精神支柱骑士王天辉啊，当然那是他失踪之前的事情了。如今的他只是个重新加入二流骑士团的小团员罢了。至于为啥姬白脸上贴满了医用胶带，这还得从林拓导师提出的那个增进友谊小游戏说起，也就是4人分2组比赛，2人3组游戏罢了，就是输的那一组要扫1个礼拜的操场而已。林和姬白这对冤家能通过这场游戏化解干戈吗？几个菜啊，醉成这样，他俩没有坑死对方就算不错了，何来增进友谊一说？接下来的项目也是出奇的一致，林每一局都能变着法子坑得姬白满地找牙。这扫1周操场的殊荣，看样子是非他俩莫属的，这也是姬白为啥满头绷带的原因。好在今天只要出来采购物资就可以不用扫操场。然而战斗神经敏感的姬白察觉到地面在异常的摇晃，这股震动甚至崩裂了墙壁，逐渐蔓延开来。不对劲，这是要地震了吗？剧烈的晃动很快传到地面上，慌乱的人群朝着空旷地带疯狂涌动而去。这股地震有些异常，毕竟这里可不是地震多发区啊。然而被地震晃倒在地的小女孩即将被招牌砸扁，去帮助其他人的姬白此刻可无暇顾及小女孩。就在这生死关头，姬白已顾不得暴露骑士王的身份，准备全力出手，但他的眼前却有一道倩影先他一步挺身而出，落下的招牌狠狠地砸在他身上，林被沉重的招牌重击到头部。然而时间紧迫，又怕小女孩偏头看见自己是吸血鬼，他厉声呵斥小女孩抓紧时间逃走。一根筋的姬白不懂林为啥不使用魔能解围，林看姬白是根本不懂人类有多害怕恶魔众，他直言不讳地说姬白果然是个白痴，光是遇到地震已经够让民众慌乱，自己在使用魔能岂不是让人群更加混乱？这顿操作再次博得了姬白的好感，看样子会帮助弱小确实不是人类的特产。林分析这种地震的规模必须请求总部的支援，但姬白冥冥中有种感觉，这可不是地震那么简单，他得去调查清楚地震的源头是什么。林默然地听着姬白的分析，姬白去干什么和他可没关系，但是姬白最好是活着回来，不然可没人会替他收尸。这个傲娇吸血鬼头一次蹩脚地表露出对姬白的关心，两人在对方心中的认知似乎都有所改善了。
来到了地震的源头，碰巧听见了还有人困在濒临塌陷的大楼里，姬白便飞速进入大楼进行搜救。这位二小姐将其他人疏散完，自己却不小心落下，然而单独落下的她也将经历更可怕的遭遇。本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们盯上了这个颇有姿色的小妞，想去哪啊，小美人？这位身份尊贵的二小姐被见色起意的巨魔人盯上，足比的巨魔一把掐住女孩的脖子，但同伙提醒她时间有限，不能在这里办事。城镇结界的阻碍装置已经到手了，这个女孩她喜欢的话，就留到回去之后再处置不迟。巨魔人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点点头同意，随后一拳将想要抵抗的女孩打得萎靡。两个巨魔人就这样光天化日下摧毁了大楼，拿走了结界阻碍装置，还掳走了尊贵的二小姐。那些城防的骑士都去哪了？在如此绝境之下，还能给奄奄一息少女带来一线希望，就只有那位骑士哥哥留给自己的吊坠做慰藉。那位骑士王还在时，就如同扼住魔族喉咙的利剑，所有弱小者都能在他的光辉下寻求庇护。这枚徽章就当是我们缘分的纪念，下次遇到危险的时候向他祈祷，无论有多远，我都会赶到你的身边。笃定的话语和挺拔的身姿，从这一刻便牢牢烙印在了年幼的少女脑中。长大的少女在最无助的此刻暗自祈祷，她明白现实并不是童话，但此刻祈祷是她唯一的希望。然而奇迹发生的概率虽然很低，但并不为零。这濒临崩塌的大楼里竟然有个大叔凭空出现，女孩看到这个陌生的大叔挺身而出，不禁有些汗颜。怎么还有人没疏散完被困在大楼里了吗？这巨魔两哥们也就正眼瞧了一下击败，反正收拾个普通人类也用不了啥功夫。色批巨魔粗暴地将女孩摔在地上，高大的身躯抄起狼牙棒便压迫向击白的方向，简单暴力的一棒子挥下去。这个大叔真的不是来找死的吗？巨魔万万没想到这个人类大叔居然如此灵巧，力量甚至强大到凌空一脚能把巨魔踹飞几十米远。另一位巨魔瞬息间欺身而上，他没想到人类里还有击白这种身手的存在，但在他眼里也就马马虎虎罢了。这个大叔一看就是个输出高血量低的玻璃大炮，巨魔轻易就将击白一巴掌扇飞，急得女孩让他赶紧逃跑，不用管他的安危。不过在击白看来，这才哪到哪啊，一根筋的老好人才不会挨一巴掌就退缩了。守护公民正是我们骑士的责任。巨魔给足了他嚣张的时间，接下来便该送击白上路了。然而是大力沉的一拳却遭遇了硬物的阻挡，击白头一次使用了自己的圣物，远超人类级别的魔能自击白体内喷涌而出，庞大的冲劲直接将巨魔击退到了墙角。他无法理解人类为何有这等恐怖的魔能，而击白也搞不懂这些魔族为何喜欢用魔能的高低来划分物种的阶级。既然他们自认为人类是魔能储备低下的底层物种，那他今天有必要让这两只巨魔见识下他天辉骑士王这个例外。眼前的骑士不正是自己脑海中的骑士哥哥吗？他真的回应了祈祷来拯救自己。巨魔看向这个气势截然不同的圣武士，这身独一无二的铠甲让他联想到了那个人。不好，碰上硬茬子。然而被一脚踹飞的色批巨魔却没什么眼力见，不过是穿了身盔甲而已，就想战胜强大的巨魔。这回击白连躲都不躲了，轻松接下这一炮。随后巨魔只感到手上传来一阵大力，眼花缭乱的剑技便将他活生生斩为两段。这便是让无数魔族闻风丧胆的天辉的实力。面对剩下那个巨魔奇袭而来的魔焰攻击，击白简单粗暴地将其斩为两段。这下巨魔更加确信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圣武士，魔焰对击白无效，那一旁的小姑娘又承受得住吗？男主击白英雄登场，再一次救下熟悉的女孩，将昏迷的女孩交还给他家的女仆之后，他接到了灵拓导师急吼吼的电话，通知他赶紧回去。小女仆可儿被巨魔人绑架了，答应灵拓要保护好可儿的击白心头不禁一颤。时间回到绑架可儿的3小时前，正在头疼给主人击白考虑衣服穿搭的可儿，还不知道巨魔人已经悄然潜入到城镇之中。一个身形庞大的黑影无声地矗立在店门口，随后轰隆一声将玻璃门打得粉碎。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随可儿一同出行的2位保镖瞬间绷紧了神经，来人沉重的脚步回荡在空旷的服装店里。一般路过的巨魔人一眼就认出了可儿的身份，这不是从二哥身边悄悄溜走的小猫咪吗？严阵以待的保镖们飞速欺身而上，可这个巨魔人眼看危机当前，却巍然不动。他扭动战锤，猛地一震地面，便将保镖2人击飞出去。若隐若现的魔纹昭示着对方不可战胜的皇室身份。保镖还来不及说完让可儿逃离的话语，就被皇室巨魔人一锤子碾碎了脑袋。
巨魔人认出了保镖衣服上的骑士团标志，他想起了人类这边的接头人说过这个骑士团，没想到逃走的小猫咪还和这个骑士团搭上了关系。一项钓鱼计划立马在他的脑海里构思了起来。这个小猫咪看样子还有别的使用价值吗？等到可儿清醒过来时，已经身处荒郊野外，他面前全是凶神恶煞的巨魔人部众。虽然暂时没有对他图谋不轨，但用屁股想也能知道骑士团成员迟早能找过来，而这里分明就是个拿可儿做诱饵的陷阱。救援小队早已规划好了施救路径，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坏女人小莎利用特殊能力将自己和可儿的位置互相调转，确保可儿的安全。可说的轻巧，可儿是安全，那小莎不也陷入危险？说到底还是自己家的女仆更重要呢。姬白见小莎还是放不下对自己的成见，他伸出左手，信誓旦旦的承诺，不只是可儿，如果被抓的是你，我也一样会及时赶到的。我们是伙伴不是吗？小莎头一次正视了这个老好人，但究竟要不要以身犯险，还得看他自己的心情。姬白也不再多做言语，他只需要按计划吸引注意力，留给小队其他成员迂回救人的时间即可。只可惜他吸引注意力的方式着实有些草率。几个皇室巨魔人对这个人类的突然出现不感到丝毫意外，他们本就准备守株待兔，宰几个月骑士团的人再离开来着。只有一旁的蓝色老熟人对姬白的到来显得有些慌张，他可是刚从这位深藏不露的人类手下逃回来。不过领头的皇室巨魔却对只有姬白一人前来嗤之以鼻，看样子这月骑士团也是群胆小鬼吗？皇室巨魔很欣赏姬白单刀赴会的勇气，他大发慈悲决定给这个有胆识的人类留个全尸。可咱们姬白赶来单刀赴会自然不是吹出来的，两位体型差巨大但魔能储备相近的个体轰然碰撞在一起，光是以人类之躯能硬抗住他皇室巨魔的攻击，巨魔人便连连夸赞着姬白，同时燃起了熊熊战意。又是数次金铁交加后，双方依然不分胜负。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姬白，实际上已经被对方强悍的体魄震得有些手抖了。也就在此时，之前的巨魔人一把掐住了可儿的脖子，威胁姬白要是敢抵抗的话，就把可儿摔成肉泥。之前就是靠偷袭小女孩逃跑的他，可不管什么武德，实力本就不分伯仲的姬白一下子只能干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恐怖的铁锤朝他轰来。换做普通人类吃这一击，身体都碎成满天星了。姬白如同一颗流星般被砸向墙壁，任由可儿心急如焚，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孤立无援的姬白该如何度过这一劫呢？他是外表看似年轻，实则是个魔能储备量极其恐怖的骑士王大叔。受限于种族体制的差距，人类想要正面对抗巨魔，下场无一例外都会被巨魔活活手撕掉。但姬白却是个怪胎，身为人类，他不仅能和巨魔在力量上一较高下，甚至硬吃一记皇室巨魔的全力一击，还能像个没事人一样缓缓站起。怎么才这点力气？没吃饭吗？你没跟着你的巨魔兄弟去攻打人类城镇，是不是因为你太弱了？我他姬白一句话就把皇室巨魔光速破防，巨魔体表覆盖的魔纹骤然泛起了诡异晨光。他在极度的愤怒之中运转其源自血脉的魔能，这一招之威，即便是姬白也要九死一生。然而这一道冲击却不是冲着姬白去，却是冲着房顶上暗中观察的林雨小子而去。巨魔的神脉早就察觉到了这些鬼鬼祟祟的老鼠，毁灭的冲击将这处郊外的僻静之地照亮得如同白昼。在不远处准备接应的林拓霍雷此时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的诡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是如此可笑。巨魔知道这群人想要偷梁换柱，悄悄救下可儿，他便将计就计，在关键时刻来一发致命打击。这就是人类藐视巨魔皇室的下场。而姬白无言以对，他们的计划已经出现纰漏，可儿没救到，反而是林和小子如今生死未卜。身为利己主义者，小莎不太明白这群笨蛋为啥这么拼命，那可是奴役了他们亚猫族国度的皇室巨魔，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女仆搭上这么多人命，真的值得吗？林拓听到小莎似乎对这群热血笨蛋缺少认同感，本就是骑士导师的他觉得有必要引导一下这位迷茫少女。我不觉得他们这么做是愚蠢的行为哦。俗话说得好，只有第一个受害者出现时，就有人出来帮衬，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剥离种族歧视去帮助他人。何况大家都是同伴，置同伴于危险而不顾，可不是骑士所为。听罢林拓的发言，小莎不禁回想起那个老好人的话语，只要是同伴，他都会在危难的时候及时赶到。明明是个他正眼都瞧不上的白痴，说出来的话却有股让人信服的信念感，这让利己主义者小莎第一次对同伴这个词产生了好奇。如今破局的办法就是小莎利用自己的能力，将自己与可儿的位置相互对调，可那样的话自己也不一定能从险境中逃脱。换做从前的自己，肯定会对以身犯险的行为嗤之以鼻，可如今同伴二字像一个魔咒一般深深吸引了他的注意。林拓发现自己一番话之后，小莎突然咬牙切齿地跺了跺脚，就让他看看所谓的同伴究竟能不能依靠好。
掐着可儿脖子的巨魔突然听见陌生的女声从手上传来，腹黑的小沙有些玩味地看着这个吃惊的巨魔人，随后一个吸挺挣开巨魔的掌控，把一旁的皇室巨魔和不敢置信的鸡白都看傻了眼。灵活是亚毛族的天赋，一战即走的战法让战局有了巨大的转机。恼羞成怒的巨魔人直接玩不起，一团团范围巨大的魔焰压缩着小沙的走位空间，趁着灵活走位后小沙的一瞬间分神，不知何时而至的皇室巨魔一把捏住他的尾巴，那手催花将他一把砸瘫在墙壁上，说好要保护他的同伴现在就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对巨魔族源自记忆的恐惧一下子浮上心头，他终究还是信错了鸡白的鬼话吗？金铁交加之声陡然响起，没有人能当着鸡白的面欺负他的同伴，愚蠢！皇室巨魔的手掌绽放出太阳般耀眼的光芒，来自神脉的冲击终于还是落在了鸡白身上，这毁灭的冲击之下，鸡白还能完好无损地站起来吗？